来。老张，哎。小朋友，这里可是封锁的案发现场啊！苏梅吧，我也是特案组的。特案组什么时候还招见习警察了？你毕业了吗？哼，我只是偶尔去大学讲讲课。讲课？你才多大呀17岁当博士已经不早了。我爸18岁都双博士了，我拉低了我们家整体水平。你平常都这么说话吗？在新的团队，我爸老嘱咐我让我低调点。你们好，我是梁教授的助理阿信。梁教授，请跟我来。高斌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法医高斌，我对现场进行了初步的勘查，根据尸骨的特征可以判断，死者为女性。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死亡时间，因为现场发现了很多化学痕迹。哎，怎么没见着梁教授啊？他还没来。为什么特案组的每一个人的档案都能查得到，唯独梁教授的一片空白啊？梁教授，特案组的负责人，公安部特案要案专项领导，警界传奇，破案率100%，平均结案时间不超过1个月，而且他还是个长腿欧巴。啊？在我的电脑面前，从来没有保密2字。哎，梁教授。现在有了。梁教授。哦，你是包斩，是。人称活骨梗。是。您是11年前维密大街抢劫案的专组负责人，我听过您的报告。我的报告没有公开做过。我听的是录音。您最擅长的是对付有组织犯罪。擅长？我最擅长的是做饭，裁缝也是我的专业。你好，我是苏梅。5年前我见过你一回，那时候我还不是警察。梁教授。哦，这里被锤子锤过，凶手看来是个老练冷酷的人。梁教授，我在受害人的骨头上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痕迹，很奇怪，不像是金属利器造成的，更像是动物撕咬。所以我在想啊，很多凶手在处理尸体的时候，喜欢先处理掉尸体上的脂肪，特别是用动物撕咬的话 ，DNA 的证据就会少很多。所以很多黑社会它都是开沟厂。1997年，在美国加州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件，他只不过把死者放进了鱼缸里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养的是食人鱼。我只是给大家一些启发啊。知道了，小天才。凶手在处理掉尸体上的脂肪之后，把剩下的骨头放进那个坛子里，现场也没有发现指纹。看起来凶手很享受处理尸骨的过程。应该是连环杀手吧？我觉得，这么狠毒的方法应该不是第一次杀人了。我们可以排查一下犯罪记录，这个杀手应该从小就开始犯罪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，抛尸地点不是在这里。坛子是埋在一个布满青苔的水域，有一段日子了，因为这几天下雨，洪水把它冲到了这里。现在我们首先要找到的是抛尸地点到底在哪儿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这个坛子，我从小就见过它，它是专门画素描的坛子。坛子的裂缝主要是在底部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坛子是从高处往下扔的，底部撞击了水面，所以抛尸地点应该在一座桥上。我这里只要输入了坛子的密度、重量和水流速度，就能生成一个3维模型，这样就能模拟计算出桥的高度了。电脑太慢了，这座桥应该不高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以悉尼海港大桥为例，它的高度是52.4米，
如果从这个高度往下跳，冲击力应该是2吨，哇，相当于跟一个90迈小汽车迎面相撞，什么概念啊？4肢要能连在一起都是万幸。你这样能算出来吗？我的脑子同时可以考虑2件事情，这样不耽误时间。2.5米，纠正一下，是2.56米。马上可以找桥梁施工图看一看。找到了。现场了。你就是浩龙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盘子这么大，搬到这儿肯定严重。还好这个桥比较偏僻。我们已经找到了抛尸地点。 熟悉了他的线索吧？刚好在桥上的护栏啊，发现了一组奇怪的掌印。那不是很多小情侣约会吗？说不定昔日是哪个小情侣留下的呢。小情侣站在石桥的护栏上，怎么了？泰坦尼克号的小情侣还站在甲板的护栏上呢，照样情意绵绵的。我跟你讲，越危险越刺激，就是有那种2个恋爱的人心跳加速的那种荷尔蒙分泌的感觉。 我觉得我倒是有必要教教你该怎么说话了。你还是先教他怎么挨揍吧。你也不差呀。杨教授，我们调取了当地警局的报案记录，年龄为20岁左右的失踪女性，近期就有一例。通过对比 DNA， 我们确认了尸骨的身份，死者名叫莫非，2周之前失踪。失踪之前。 曾经在镇上最大的一家画廊学画，哎，还挺漂亮的。杨教授，画龙给人感觉永远是那种单打独斗、容易惹麻烦的。你是怎么考虑把他拉入特案组的？你如果当过5年的卧底，也会这样的。一个人单打独斗，早晚会崩溃。有时候要休息，明白了？嗯。 没有撬锁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莫非在听到敲门声后是主动来开门的。开门之后，有个男人跟了进来。屋子很冷，地板很凉。女孩平时穿的都是这种加厚裤型，
而从现场来看，他一直在焦灼等待客人的到来。门应该是没有上锁，因为这种锁一旦挂着，必须用钥匙才能够开。当他看到这个男人出现的时候，兴奋地跑了过去，帮了船脱险。那他也可能是忘记锁了，所以凶手就趁机入室抢劫加进来。这就是一个女人等待一个男人最好的办法。女人不只是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。以后公司一定能安排一个即将回国脚的家务。在研究文化复兴时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佛罗伦萨当时的文化，而常常忽略了柴伯格在这个时期起到的重要作用。也正是罗马的这条母亲河，才使罗马成为了当时的母亲河。所有这生意大家都清楚。每一幅经典的作品都有着它各自的文化特色。这就是证据。因为在保佑警察，他把这个钥匙带来之后，这个男人突然间停止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同住的，而不是跟你熟悉？这一点你没有经验。我也只是可以每一次。这个男人似乎告诉自己要寻找真相。她是一个小女孩，她拿着什么把柄？女人藏的东西还是得女人买。没错，是我。那么莫非是你的小女朋友吗？我们不是你说的那个关系，我们仅仅是师徒关系。我们调查了墨菲的社交网络，一共有172条未公开的信息，68条跟你有关。你的画作出现了32次，我讲的应该就是师徒关系。学生里头啊，有不少女人。莫非是这么的天，也就是3月17日。那天晚上，我跟老婆联系，你很凶吗？ 17号，那天我跟麦西去看话剧，临阵得剧，有一个马达，然后我们继续报道，就在下面这些女的。没事的时候就说，我们那边是几点？大概是晚上9点。画家经常回来吗？经常回来。这个是戏剧演出的宣传手册，警官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拿回去看看。还有其他册子吗？没有了，保姆以为没什么用，就都给扔了。警官也喜欢看戏吗？看的戏太多了，只是不在舞台上。把一个根本就不喜欢的宣传册放在家里边，是白给我们看了。
这个李凤和她老公有一双一模一样的头像，李凤的那双破损很严重，但是麦西的很新。由此可以证明麦西他不经常回家，两个人在分居冷战。莫非的出租屋隔音并不好？那天我询问了他的邻居，他失踪那天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的尖叫声，所以我认为熟人犯案的可能性会比较大。画廊的邻居告诉我们，画廊根本就不赚钱，而且教学也没有利润的。麦西主要靠老婆养活，老婆家里很有钱，还是个上门女婿。这个麦西呢，平时赚不到什么钱，生活压力很大，所以在小女生身上找到了自信，结果被小女生纠缠上了，怕得不到老婆的财产，所以就对小女生下了手。好，说到物证啊，我觉得有个地方很奇怪，麦西戴的戒指非常旧，但他老婆戴的戒指却是很新的，款式一样，新旧不同，记下这一点。教授，这是莫非的出租屋提取的指纹跟麦西的指纹对比结果，还有这一张，是石桥上的脚印儿跟麦西的对比结果。把麦西找来吧，跟他好好聊聊。喂，啊？石桥下又发现了另一具尸骨。盘子是相同的，处理尸骨的手法也是相同的，所以可以判断凶手是同一个人。查到凶手剔肉的方法了吗？还没有，他骨头上这些齿痕真的非常诡异。受害者身份呢？还在查，我们只知道她是女性，20多岁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1年左右。查一下警局失踪人口记录。好的。这次的衣服也是红色吗？对，的确有调查表明，女性受害者穿红色衣服的比例比较高。为什么呢？红色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可以引发男人的性欲。就一个颜色，不至于吧？当然至于了，曾经有人做过实验，好吗？红色，凡是运动员穿上，都会引起他的生理机能和荷尔蒙水平。难道会变娘吗？会变得有攻击性。其实性欲和攻击性是一回事儿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弗洛伊德说的。哎，注意一下啊，这次尸体的处理方法没有上次娴熟。这一次的凶手可能是个初犯。你看每一个切口，好像都下了很多刀，费时很久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对死者非常的仇恨。哎，我们错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坛子。凶手在处理掉尸体上的脂肪之后呢，把骨头放进醋里面泡着，泡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变软了，然后一用力就可以放进坛子里面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他为什么要把尸体放进坛子里呢，而不是旅行箱里？这样不是更容易携带吗？除非有一点就是，坛子对于凶手而言比旅行箱更容易拿到手。眼熟吗？眼熟，以前我有个一模一样的。承认了。承认什么？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这个坛子是你的吧？像这种坛子，在我们那儿随处可见。这个你看看。这算是物归原主吗？那个女孩死了，这个定情信物当然是归你了。警官，你可以随便打听，我们俩确实没什么。他来我的画院学画画，我们就是师徒关系。你就这样为人师表了？是，他勾引我，但是我忍住了。在最后一刻，我作为丈夫，我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。我对天发誓。你还是对天发誓？叫画龙出来吃饭啊！
炸一下是 OK 的，但是你不能比对方还暴躁啊。吃饭吗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可以回家吃。你还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。我们有证据。麦西啊，你阳痿。这他妈算什么证据？阿信，你阳痿。没有啊。这是一个正常男人的反应。你刚才那个答复，正好告诉我，你心里已经默认了。我说过了，我跟他没什么。撕开了，又不用，这是为什么？你不行了。根本不是我撕开的，我不想跟他有什么。不是你不想，是你不行。那个小女生想征服她的老师，但是你又视而不见。她还以为自己长得不够漂亮，她给自己最后一个机会，就去偷了你的画。果然你去了，但真没有想到，原来不是她不行，是你不行。她就开始笑了。而他的嘲笑却激怒了你，你一怒之下杀了他。我是不行可以了吗？但我没有杀人，我只是去拿回我的画。我告诉你，你来选，要么我把你那些通奸的证据公诸于世，要么你就乖乖的待在这里，坦白从宽。你抓不到我的证据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当警察几10年，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。表面上长得风流倜傥，在我眼里，你就像塞住的马桶。你这种案子已经不多了，洗干净屁股坐牢吧。好吧，人是我杀的。看到差距了吗？你是说我和你的吗？我长时间失眠，后来发展成了梦游。1个星期以前，就是下雨那天，我发现醒来，自己在桥上。麦西的梦游症是3年前开始接受治疗的，可是要知道，梦游症是从小才能得的病。3年前在麦生身上发生了什么让他无法接受的事情？这个我查了一下，3年前有一个叫赵芊芊的女孩，她也失踪了，而且她也曾在麦西的画廊里学过画。我们查过所有失踪的案子了，没有找到这个。因为这个案子之后被撤销了，系统更新之后就查不到了。我也查的是3年前的档案备份。可是为什么被撤销了？因为赵芊芊被找到了，她在报案后的第4天给她的家人发了信息，也发了照片，所以她的家人就撤案了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她现在还活着，至少是在网上。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更新照片，透露她自己在哪里。照片的这个光不太对啊。我们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？我们现在唯一能确定的线索就是杀死墨菲的人，同时也杀死了一个叫幻玉的姑娘。幻玉就是我们发现的第2个死者。这里就是幻玉生前工作的地方。帅哥，我们聊聊吧。我吗？对啊，就是你啊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您好，我是。哎，你不先跟他们做朋友，怎么逃得出来信息的？行了。有空吗？有啊。走。走吧。那谁去啊？
喂。好。查到麦西的医疗记录，的确接受过梦游症治疗。你们昨晚去酒吧，查到什么了吗？本来我对麦西的怀疑已经减少了一些啊，可是昨天晚上去酒吧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舞女，她说麦西和幻玉认识，而且麦西曾经为幻玉画过一幅画，这个女孩在她闺蜜面前无数遍的炫耀，想必他们两个肯定有问题。那1年前幻玉失踪的时候，警方就应该排查到麦西了。当时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不在场的理由，就是他当时和他老婆在韩国旅行，这一点酒店也可以证明。那现在你是更加怀疑麦西，还是相反？如果那天他梦游从这个桥上摔了下去，而且又是这个时间的话，我相信桥上一定有目击证人的。跟你打听一下，您是不是经常在这钓鱼的？对啊，我经常在这里钓鱼。警察大哥，我钓鱼你也要管的。我听附近的渔友们说呀，你每天早上都在这个地方钓鱼。对。 24号早上5点，这里有什么动静吗？24号5、6点桥上。那天下着雨，这里有人跳河吗？哦，你这样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那天呢，我在这里钓鱼，大边桥上那边附近砰一声响，然后一个男人呢从桥上跳了下来，我以为他想自杀，我刚想去救他呢，他在水里面扑腾了几下，直接又上来了一个。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 你们怀疑我丈夫是凶手，你们有什么证据？现在还不便透露。你们在这里是找不到证据的，这里每天人来人往的，谁会在这里杀人？赵芊芊，还记得她吗？ 我不想去厕所。每个人内心恐惧的食物都不一样，这要看他以往的经历了。莫非和幻玉尸骨上的咬痕，会不会是老鼠造成的？从咬痕的深度和长度看，动物的体型应该更大一些。老鼠啃咬尸体，至少是一大群啊！别说画廊里没有老鼠，还养了很多猫啊。那个画家不像是爱猫的人。 赵芊芊的手机一直都有人帮她续费，但是她的微博又是移动信号登录的，没有固定 IP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她是在这个小镇登录的。
那个画廊里除了有几部恐怖的画之外，没有任何线索了。现在能撬开他嘴的人，也只有赵芊芊了。赵芊芊的失踪案在这个小镇还挺受关注的，很多人去她的微博下面留言。但是最值得关注的是，有人提到她曾经怀过孕。你还记得是谁陪她来的吗？哦，我记起来了，她身边还有一个男的，这个女的和那个男的还吵了一架。是他吗？这时间这么久了，我也记不清。你总是习惯把书柜往上挑，这样并不美观啊。说说孩子吧。赵芊芊是怀了我的孩子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还在这里装神弄鬼。我不说是因为你没法舔着脸说。那个女的缠着我，用死来逼我离婚，而我又不能离婚，因为我得靠我媳妇儿养活。如果有你说的这么简单，很复杂吗？我也以为很复杂，但是我错了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常见的小三儿逼着上位的男人，想要杀人灭口。没那么简单。我的确一开始是想毁掉孩子。认出你了吗？摩托车是借的，但是我真的没想杀他。后来，我又开着车回到了那个地方，想接他去医院。可是当我回到那个地方，他已经不见了。一开始，我还以为他被别人救了，但是自此之后，他就失去了联系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收到他的信息，他说我杀了他，他要报复我，他要化成厉鬼来报复我。你相信厉鬼报仇吗？我找人，找了个懂电脑的人，定位了赵芊芊的手机位置，结果发现就在画室里以前他坐的地方。手机呢？毁了，把我 SIM 卡都被我烧了，但是后来那个号码还是给我发信息，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失眠。后来，发展成了梦游。
冠玉和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必须每天喝醉才能睡着。冠玉，自然是在酒吧里认识的。我在他那儿住了几个月，有他在的时候，就不会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他也失踪了。那你老婆知道你和别的女人的事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们一直分居。这3年来，你有没有见过赵芊芊？你觉得她还活着？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她一定是死了。那个石桥，就是我们经常约会的地方。我不止一次在石桥上醒来。赵芊芊，她要掐死我，她变成了厉鬼，她肯定不会放过我。你以为你们可以抓到凶手？你们面对的根本就不是人。早饭已经做好了，快去洗手吧。这画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我们搜查画廊寻找凶器，凶器没有找到，却找到了赵芊芊的画，并且还有她的签名。之前我看过她的微博，她画的每一幅画作都会上传上去，而且都会有她自己的签名。原料还没有干透，看来是刚画好没有几天。赵芊芊的画工不错，并且她从小就开创了自己的风格。她最擅长的是用油布的纹路和酷笔划过，并且她最喜欢用色块和小色杆。这画里的女孩应该也是赵芊芊吧？她手上这根手链在她的微博里出现过。那这画为什么会出现在画廊里？她还活着？或者说是有人希望我们认为她还活着？
意思？皮外伤。小意思，你就打石膏了，还小意思？你不会是被手机的自毁功能炸伤的？哎，你这个说法好。不过啊，我是参加警官大学教师足球比赛踢伤的。对了，我问你个正事儿。手机的硬件如果彻底损坏了，还有可能修复吗？毁成这样，你跟手机有仇啊？着急吗？挺急的。你干嘛？啊，我最近正打算换个手机，反正我这个手机也用了挺长时间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以把你手机内存硬盘焊接在我手机的电路板上，这样可以造出来一台最原始的工程测试机。然后你将硬盘和芯片连接电脑，就可以读取数据了。赵芊芊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他画的挺好的，可是传闻说他失踪了。但是这3年里边，有没有人见过他？有，各种传闻都有。哎，你可以问一下他，他知道的。你好，我问一下，你最近有见过这个人吗？你能不能好好的回忆一下，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他的？我看见他。看到什么了？我看见他在河边画花。你是看到他本人，还是看到那幅画？画花。他叫马辽，他这儿不太清楚。如果赵芊芊还活着，她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？我觉得他已经死了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为什么可以忍3年不露面啊？我也同意，赵芊芊已经死了。我觉得他已经死了。按照报复的逻辑，他第一个应该杀的人是李凤吧？他为什么要杀他？他和他老婆已经分居多年了，他的所有的心思不在他老婆身上，为什么杀？虽然他们俩已经分居很久了，但是按照法律和婚姻的角度，李凤还是他们俩最大的阻碍。手机的数据已经恢复了，这个照片确实是赵芊芊本人，但是拍摄时间是3年前，这说明有人拿赵芊芊的图片吓唬麦西。可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？李凤，她想警告她的男人，不要再出去乱搞。可是我们之前很早调查过李凤，她有不在场证明啊。这个我知道，焕玉失踪的时候，她在韩国整形，而莫非失踪的时候，她又在看戏剧演出。但是每一次她都有这么确凿的不在场证明，是不是太巧了？哎，还有一种可能，李凤身边有一个第三者，暗恋李凤，一直默默地帮李凤杀小三。你们看过《白夜行》吧？你的判案推理能力是不是都从电影里来？很多电影的桥段都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，好吗？杨教授，你不说点什么吗？苏梅，你的车在磨合期吗？是啊，新车在磨合期。知不知道暴力磨合，就是在磨合期的时候，让火花塞和气缸壁强力磨合，虽然价钱有些昂贵，但是很有效。
不要开枪！真是麝香鼠的话，
那尸体上的咬痕就对上了。我在受害人的骨头上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痕迹，很奇怪，不像是金属利器造成的，更像是动物撕咬。哎，马流一直做毛笔吗？你看，一个一直活在一堆老鼠中间的人。喂，马流的手机已经关机了，只能查到他最后一次开机的位置。不过这个范围还是太大了。你还记得那幅画吗？画上赵欣欣在河边，那是水仙花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快去追，有人质。这床。小心点。我们在地下室里发现了一群老鼠，还有几个坛子。
结婚戒指。马亮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马亮！站住！马六跟发了疯一样，报了一句干尸，还说要结婚，说要让我当他的见证人。我跟他说，让他看清楚，赵芊芊已经死了。你怎么会出现在画廊？我去替我的丈夫拿一些帮助睡眠的药，我怕他在监狱里休息不好。你当初没有发现马流有什么不对劲吗？其实有点发现了，只是他是我的远房亲戚，我要给他一口饭吃。好吧，那你可以回去了。把伤养好了，阿信会带你回来做笔录。好，谢谢。这是。
先一边聊故事。很好，杨教授，案子不是结了吗？看起来是。看起来有一个其貌不扬、平时不会被任何人关注的一个男孩子，有一天遇到了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，刹那之间，爱情产生了，魔鬼也出现了。他为什么要放弃麦西呢？应该直接干掉麦西才对。有些人是不喜欢红色的，可是为什么他会让幻玉和墨菲同时换红色的裙子呢？老林家一个红色都没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尾放，3年前买戒指的单据。毕竟是撞了个我原本订了2张机票，打算跟你出国玩2天的。我们已经好久没有一起出去旅行了。能活着已经不错了。你别想那么多，我等你出来。老婆，谢谢你，陪兄到最后，只有你陪在我的身边。你好，这位警官有事找你。怎么了？案子不是结束了吗？别紧张，公安局嘛，环境就是这样的，向来有些严肃啊。我请华警官呢讲个故事，来缓解一下气氛好吗？一个男人的情人怀孕了，他这个情人用肚子里面的孩子威胁这个男人，想要跟他结婚，但是这个男人担心他老婆还有身边的朋友知道，所以把他约到了荒郊野外，想要骑摩托车把这个孩子撞掉。说完了，那我可以走了是吗？哎，才刚开始。但是她老公万万没有想到，他老婆竟然在后面跟着他，而且呢，把这个情人给救下来了。但是老婆突然发现这个情人认出了老公，她一方面想要去保护老公，一方面对这个情人肚子里面的孩子起了嫉妒之心。麦太太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救人。可是，在我的故事里边啊，他的老婆是起了杀人之心。华警官，你如果要是专门讲故事，我们再约时间好吗？这个故事现在才开始精彩。老婆到了桥上，想要把这个情人从10几米高的桥上推下去。但是在他推的过程当中，情人紧紧地抓着他的手臂不放，最后坠落下去的时候，把他戒指带了下去。老婆到了坠尸的地方去找这枚戒指，可是没有找到。最后又买了一枚新的戒指。在这儿呢，我找到了。是。
麻烦你帮我看一下，款式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但是你不能拿走，因为上面有赵芊芊的血迹。好了好了，故事我来继续讲好吗？尸体总是要扛走的，但是以你的体力，所以想起来，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叫马流，人老实又听我的话，而且他还有疫病，经常胡言乱语，没有人相信他的话。可没想到，他没有把尸体埋掉，而且还带回了家。他又住在筒子楼里，到处都是人，尸体很容易被发现的。你疯了？你为什么不把尸体处理了？姨呀，芊芊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吗？赵芊芊，这个名字你不陌生吧？你扮演她很久了。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以马流的收入，怎么租得起一座院子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有人帮他付钱，而且他需要这个环境，把那具干尸收起来。至于你丈夫，你很想让他后悔，想让他一直以为赵芊芊会变成厉鬼，把他杀，这样他就精神恍惚，会常常在你身边，要你去保护他、爱护他。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你没有想到的是，你丈夫一天一天好起来以后，立刻又跟一个舞女在一块儿了，这令你怒火中烧，想把那个舞女杀了。但是怎么杀呢？马流又不听你的话，他只听赵芊芊的话。马六，爷，钱不见了。你是不是做什么事情惹他生气了？没有。你别哭啊！你别哭。所以你就开始扮演赵芊芊，用赵芊芊的手机给马流发信息，去指使马流。他毫不怀疑，听从所有的吩咐，甚至是把麦西约到桥上，将他推下水。爷，芊给我发消息了，他说他恨一个舞女。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也许只有这么做，他才有可能回来。是你告诉马流如何处理尸体，如何抛尸。马流一个这么鲁莽的人，单只凭他一个人，早就被人抓起来了吧？摔碎了手机所有的通话记录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3年前，我让你去强奸赵芊芊，可是你这个白痴，居然爱上。你想去见赵芊芊吗？有一天，麦西送了一条红裙子给我，说是结婚纪念的礼物。你们知道我有多开心？
他给那些女人也送了红裙子，而且跟我的一模一样。你们知道我为麦西付出了多少吗？你们不明白我的感受，我整个心被人践踏得遍体鳞伤。就是那些女人破坏了我的幸福，我有权利惩罚他们。